话说乾隆年间，京城西直门内有条胭脂巷，巷里住着一户姓苏的人家。男人在布庄当伙计，女人持家。膝下唯有一女，名唤苏秀儿。这苏秀儿打小就手巧，10岁绣蝶能引来真蝶盘旋，12绣帘能让池里的锦鲤跃水观望。街坊邻居都说，这姑娘的手是被织女亲自摸过的。可在那个年月，女子的手巧不巧，最终还得落在一双鞋上。老辈人常讲，女红分3、6、9等，缝缝补补是粗活，绣屏绣帕是细活，唯有绣鞋才是顶尖功夫。一双鞋巴掌大地方，要纳鞋底、滚鞋边、绣花纹，还得合脚、耐看、吉利。鞋尖弯一弯，鞋跟高1寸，都藏着门道。若是出价钱绣不出一双拿得出手的绣花鞋，怕是连媒人上门都要迟疑几分。苏秀儿年过16，眼见着同龄姑娘纷纷定亲，他爹娘也着急，催着他赶紧绣一双顶级绣花鞋。一来显示自家女儿手艺绝伦，二来也好挑个体面人家。可这苏秀儿偏是个心大的姑娘，别人绣鞋都绣牡丹富贵、连生贵子、鸳鸯戏水，她倒好，整日趴在窗边看卖巷口猫儿追蝴蝶，看卖花郎挑着花旦摇铃铛，看天上云团变来变去，心里想的全是些不着边际的花样。这日他终于动手，取了月白色缎面，拿了彩线，闺房里针线笸箩一摆，一绣就是半个月。他爹娘以为女儿在绣正经花样，天天喜滋滋的打酒买菜，就等着鞋子绣成，好向街坊炫耀。谁知等鞋子绣好一亮相，苏老爹手里的酒壶当啷一声砸在了地上，苏母直贴捂住了额头，连声喊造孽。为何？只见这双鞋，鞋面是洁白缎子，鞋尖微微上翘，形如弓头，本该是端庄雅致的模样，可上面绣的东西实在太不按常理出牌。左交鞋面上没绣牡丹，没绣凤凰，绣了一只圆滚滚的礼花猫。那猫儿眼睛溜圆，胡子翘起，爪子还扒着一朵半开的蔷薇，像是下一秒就要扑过去偷花。右脚鞋面上不绣鸳鸯，不绣并蒂莲，绣了一只振翅欲飞的黄鹂鸟，鸟嘴里还叼着一截嫩柳条，活灵活现，仿佛风一吹，它就要从鞋面上飞起来。更离奇的是鞋头，苏秀儿用金线细细绣了一圈小铃铛，看似装饰，实则暗藏玄机。她不知从哪学来的古怪手法，竟在鞋跟里塞了极轻的铜片，人一走动，鞋子便会发出轻微的叮铃叮铃声，像眼角风铃，又像卖花郎的铃声。苏老爹跺脚叹气：“闺女啊，人家绣鞋图吉利，你绣猫逗鸟，还挂着铃铛，这哪是大家规矩的鞋，简直是巷口顽童穿的。”苏母也急得团团转，这些若是传出去，旁人要笑我们苏家女儿不识规矩，到时候谁还敢上门提亲？可苏秀儿却捧着鞋子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：“爹娘，你们看这猫多可爱，这鸟多灵动，穿上它走路都带着响声，多热闹！别人绣的是规矩，我绣的是开心呀！”正闹着，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，原来是城里王员外家派人来，说王员外的千金要过生日，想寻一双绝顶手艺的绣花鞋当礼物。听说胭子巷苏秀儿手巧，特意前来订货。苏家夫妇吓得脸色白发，赶紧想把这双闹腰的绣花鞋藏起来。可来人已经进了院子，一眼就瞥见了苏秀儿手里的鞋子。那婆子本是挑剔之人，见多了富贵人家的精致绣活，本以为不过是寻常花样，可当她看清楚这双鞋时，忽然瞪圆了眼睛，迈不开腿了。这是姑娘绣的？婆子拿起鞋子，
翻来去看，指尖轻轻抚过狸花猫的毛发，那针脚细得如同发丝，毛发一缕一缕，层次分明，仿佛真的有温度。再看那黄鹂鸟，羽毛层叠，翅间带着一点嫩黄，栩栩如生。它轻轻一晃鞋子，叮铃一声轻响，清脆悦耳，不刺耳，不喧嚣，反倒显得俏皮可爱。婆子当即拍板：“这些我们员外府要了，价钱随你开。”苏家夫妇彻底愣在原地，一脸不敢相信。谁知这双鞋一进王员外府，直接惊动了半座城。王小姐本就爱鲜活有趣之物，见了这双绣花鞋，爱不释手，当即穿上在花园里走动。鞋子轻响，猫儿鸟儿仿佛随步摇摆，引得府里丫鬟仆人围着观看，连王员外见了都连声称奇，说从未见过如此灵动不俗的绣活。消息一传开，京城里的姑娘小姐们纷纷好奇。原先那些讲究规矩的老夫人本还嗤之以鼻，说这些不合体统，可见了实物之后，也不得不承认这手艺实在绝伦，巧夺天工。一时间，苏秀儿名声大噪，上门求绣鞋的人踏破了门槛。有人要绣兔子的，有人要绣麻雀的，还有人专门要带铃铛响声的。原先被视为不合规矩的花样，反倒成了京城最稀实的样式。可这双鞋的神奇还远不止于此。当晚，卡皮三路过胭脂巷，正巧看见苏秀儿坐在灯下，把没卖出去的一双同款小鞋放在桌前。我凑近一看，只见月光落在鞋面上，那鞋上的狸花猫竟像是睁开了眼睛，尾巴轻轻晃动。而那只黄鹂鸟则在鞋面上微微转头，仿佛在听屋外面的虫鸣。我吓了一跳，以为是眼花，揉了揉眼睛再看，那猫儿鸟儿依旧活灵活现，不像绣在布上，倒是像是栖息在鞋上一般。苏秀儿见我惊讶，抿嘴一笑。这鞋绣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的全是开心的事，猫追蝴蝶，鸟唱清风，日子快快乐乐，县里便带了新气，自然就活了。原来这世上最顶级的女红，从来不是绣得多么富贵华丽，而是把心里的欢喜一针一线绣进去。普通绣鞋绣的是花样，苏秀儿绣的是一团活蹦乱跳的生气。后来这双鞋在王员外府里还闹出不少趣事。有一次府里进了老鼠，丫鬟们吓得乱跑，结果王小姐穿着这双绣花鞋一走动，鞋上的狸花猫仿出威风凛凛，屋里这老鼠竟吓得不敢出动，纷纷躲进洞里。还有一次，花园里飞来许多小鸟，围着王小姐盘旋，像是跟鞋面上的黄鹂鸟在打招呼，引得一妇人惊叹不已。渐渐的，京城里便有了传闻，说胭脂巷苏秀儿绣的鞋不是死物，是带着灵气的活物。鞋上的猫能下鼠，鸟能引伴，穿上它，连走路都会变得轻快开心，烦恼都会少几分。原先那些讥笑苏秀儿不识规矩的人也纷纷闭了嘴，反倒羡慕起苏家有这么一个心灵秀巧、不拘小节的姑娘。与其绣一双满是规矩却毫无生气的鞋，不如绣一双能让人开心、带着温度的鞋。就连宫里的太监出宫采买，听说了这双鞋，也特意上门寻找，想带进宫里给公主们瞧新鲜。苏秀儿一时间从巷陌间的普通姑娘变成了京城有名的女绣娘，可她依旧是那个心大乐天的模样，依旧喜欢趴在窗边看猫看鸟看云彩，依旧把开心一针一线绣进鞋里。后来苏秀儿出嫁，夫家是个通情达理的读书人，不讲究那些刻板规矩，只喜欢她的开朗和手艺。她出家那天穿的正是当初被爹娘嫌弃的狸猫黄鹂绣花鞋，鞋子轻响，一路欢声，比任何凤冠霞帔都动人。街坊人们都说，这双鞋绣的不是花，是苏秀儿的性子，天真热闹，
不被规矩孔住，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。其实放在那个年代，女子的命运常常被一双鞋、一手女红定了高低，好像手不巧、鞋不精，就不配拥有好归宿。可苏秀儿偏用一双不按常理出牌的绣花鞋告诉世人，真正的巧从来不是迎合别人的标准，而是守住自己的欢喜。一双鞋再精美，若是绣得满心委屈，也不过是冰冷的物件。可若是绣进了开心与灵气，即便花样古怪，也能成为绝世珍宝。鞋尖上绽开的从来不只是娇艳花朵，还有一个姑娘不愿妥协的小小心思，和藏在市井烟火里最轻松自在的快活。好了，今夜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。一双清朝的绣花鞋，一只调皮的狸猫，一只爱唱的黄鹂，还有一个心宽手巧的姑娘，伴着轻轻的铃声，安安稳稳睡去。愿你枕头软软，梦里也有一双带着花香与铃声的小鞋，走进满是欢喜的梦境，不慌不忙，一夜好眠。晚安了。